我国野猪逐渐泛滥，人猪大战即将上演，百万野猪又该如何处理呢？2018年1月，陕西安康市一位老人惨遭野猪袭击，遗憾的是，最终抢救失败，不幸离世。与此同时，一位打电话报警的妇女也遭到了攻击，最终被诊断为重伤。此类野猪袭击人类的事件频繁发生，根本原因还是近些年来野猪的数量逐渐增加，甚至有了泛滥的趋势。面对野猪与人类之间的种种矛盾，又该如何处理呢？其实野猪带来的困扰不仅仅是对于人们的攻击，它们还会频繁光顾农民们的庄稼地，将农作物全部糟蹋光，这就导致大多人对野猪都十分厌恶。然而因为野猪保护动物的身份，令人们没有办法对付它们，只能默默承担自己的损失。但是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在野猪泛滥的重灾区，相关部门颁布了杀猪令，也就是说在规定的时间里，能够对野猪展开猎杀行动，进而减少人们的损失。然而猎杀野猪这种行为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，对于技术的要求非常高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遭到野猪的攻击，从而得不偿失。因此目前许多地方都没有开放私人狩猎，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。可是仅仅是颁布了杀猪令，也无法有效治理野猪泛滥的问题，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，也没有找到能够控制野猪的有效办法。所以治理野猪泛滥的这条路依旧任重而道远。既然野猪被允许猎杀，那么野猪肉是否能吃呢？我们国家作为美食大国，如果将野猪列入菜单，那么是不是能够有效治理野猪的泛滥问题？这个想法听起来好像非常可行，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野猪肉的安全问题。要知道，野猪的生存环境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，尽管相关部门已经设置了野猪保护区，但是它们依旧会到处寻找食物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野猪身上难免会带有一些细菌，如果随意让人们当作食物吃下，那么很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传染性疾病。这样一来，还没有解决野猪的泛滥问题，又会衍生出其他的事情，也就得不偿失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野猪作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，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是不允许被食用的，所以无论怎样，野猪都不能被当作食物，也无法通过吃来治理它们的泛滥问题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被猎杀后的野猪肉，相关部门又该如何处理呢？如果采用常见的处理方法，也无法阻断野猪身上的细菌传播。所以为了保护环境以及人们的安全问题，这些被猎杀的野猪肉都会被采用无公害的处理方法，例如将其掩埋在偏僻的地方，再撒上石灰粉来杜绝细菌的滋生。这样一来，既能够处理好野猪的尸体，也不会造成其他的问题。为什么野猪的数量如此之多，还能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呢？事实上，几十年前的野猪数量并没有这么多，反而一度面临着灭绝的风险。这是因为以前人们的生活比较贫困，肉是一种极其珍贵的食物，所以人们为了改善生活，不得不去野外进行打猎，而野猪作为当时比较常见的物种，自然就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。所以时间一长，野猪的数量就呈断崖式下降。有关部门关注到这一问题后，决定不再放任不管，于是便开始了对野猪的保护。为了杜绝野猪被猎杀的情况再次发生，于是便将野猪列为了国家保护动物，一旦有人对其造成伤害，就会面临着严厉的处罚。随着人们的保护，野猪的数量开始逐渐回暖，甚至开始逐渐泛滥。那么它们的数量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中增长这么多呢？这就不得不提野猪的繁衍速度。它们繁殖能力可以在1年中将数量翻2倍以上，再加上人们的保护，更加让它们能够肆无忌惮地繁衍后代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前自然界中大型肉食动物比较多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野猪的数量增长。但是随着人们对环境的破坏，老虎等肉食动物越来越少，野猪在自然界中没有天敌，也就加快了它们的繁殖速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野猪给人们造成了不少损失，但是它们对环境却起着重要的作用，所以直到现在为止，野猪也就处在被人们保护的行列中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